2026年，美国地产将迎来转折，触底反弹。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正在悄悄发生，但是足以影响未来3到5年美国房地产投资回报的大趋势。2026年，美国的商业地产的机会正在回归。我们将解析全美国成交量最大的商业地产机构近期发布的2026年商业地产展望。这是一份银行、基金、机构投资人都在作为策略依据的报告。听完之后，你会明白为什么2026年可能是整个10年里面最好的入场点。理由一就是税收变得前所未有的友好了。我知道你可能会想，美国政府欠那么多债，怎么可能减少房地产的投资税收呢？但是这次真的发生了。2025年7月4日签署的大美丽法案，很多大家担心会被砍掉的优惠，这次在美国新的税法里面居然被保留了。最关键的是有3条，第一条，199A 房地产收入的20%的扣除永久保留，意思是说，如果你通过 LLC、合伙企业、资金等结构投资房地产，你从房地产项目分到的钱有20%是不用交税的。这一项政策原本大家担心得要命，但是现在确认是永久存在的，这样可以大幅度的提升了地产投资人的税后净收益。第二条，1031置换安然无恙。1031的置换是美国房地产投资人的免税神器。本质上，它不是省税，而是延税。你可以一直延，一直换，最后到你传承资产的时候，税负直接消失。这是为什么美国富人靠房地产越滚越大的原因。它的延税的效果相当于税局借了你一笔钱，无息的贷款，让你继续的滚动投资。比如你卖房，本来是要交20万的资本利得税，通过1031的置换，这$20万就可以暂时不用交，你可以把它变成首付，继续再买下一套房子。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老投资人都爱1031。同时，延税还可以不限次数，没有明文的终止日期，只要你继续换投资房，税就一直延续下去。最终可以实现税负归零。当投资人身故后，房产的成本基数会被调高到当时的市价，他过去积累的所有未交税的增值全部消失。继承人从新成本的基数开始算，不需要补你过去的税，真的是生前延税，身后免税。第3条，资金管理人最担心的业绩提成没被免除。这次的税改里面，最让资金行业松口气的就是业绩的提成，会不会从资本利得税跳到37%的普通所得税？一旦调整，整个资金管理交易的结构都要重新改。不过好在现在确认是保持原样，这意味着美国房地产的基金最核心的激励机制还在继续有效，对 GP 和 LP 都是巨大的利好。折旧优惠回来了，这是投资人最爱的税务优惠。2025年开始，美国重新恢复了100%的这一条。只要是从2025年1月19日以后投入使用的资产，使用寿命小于等于20年，
就可以立即把购置成本全部100%的折旧。也就是说，企业买一栋楼，配套的设施设备等，可以1年内一口气的全部折旧掉，不用分几十年折旧，大幅度的增加了折旧的成本，减少当年的应税收入。尤其是对商业地产的翻新、混改、设备更新的项目来说，可以大幅的压低当年税前的利润，提高项目的税后现金流。机会区改革全面升级，力度比以前更加猛。很多人不知道，机会区原本是在奥巴马时期提出的，川普扩大实施的政策。这一次税改对机会区做了历史上最大的升级，不仅延长、永久化，还新增的激励，让资本更愿意涌入机会区。这次税法把机会区做了4个大加强，机会区将每10年重划一次，以前8700个机会区一直沿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现在每10年会重新划区，下一轮是2027年，这意味着出现新机会区、热点城市、易开发商和基金管理人可以提前布局2027新区，未来有周期性的投资机会。延税规则更简单，以前延税规则很复杂，分段式要求，截止日期很死板。现在只要把你的资本利得投进机会区基金，你可以延迟5年缴税。基础增值设置改为统一10%。以前机会区投资的税收优惠是持有5年，政府自动帮你把成本提高10%，持有7年再增加5%，是按照10%、15%的2段式。现在是持有满5年，一次性10%的增值扣除，对普通投资人 LP 来说更直接、更透明。农村机会区得到特别加码，这是升级力度最大的一块。以前城市机会区与农村机会区激励差不多，现在农村的机会区享受30%。基础成本调高优惠，比城市高3倍。投乡村物流、自存仓、工厂、老城更新，只要投入项目，不需要像城市那样改善1倍。农村机会区税收优惠更猛，开发区门槛幅度降低，非常利好未来10年美国人口外移趋势。理由2就是供应全面的急刹车，这个被意味着地产周期触底的核心现象。先来看一下全美国目前商业地产的交易量，疫情前的正常水平大概是每年31000笔交易，但是疫情以后市场被高利率按在地上摩擦，成交量急剧下滑，尤其是2023年直接掉到了谷底。现在的情况是，成交量虽然还没有完全回到疫情前，但是比疫情前平均的水平低8%，也就是说市场正在恢复，买卖双方正在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你以为商业地产可能会崩盘了，其实是正在落地，以及开始复苏了。所有商业地产的业态供应正在急刹车。根据最新的数据，公寓、零售、工业、自存仓、办公、酒楼6大业态的建设量全部断崖式的下降。在这个房地产里面，就是标准的周期的反转信号。公寓的供应
从2024年最高峰的60万套降到2026年预计27万套。过去几年开工太猛，2024年冲到41万套。现在融资收紧，土地贵，利率高，开发商顶不住了。这个报告预计2026年新增供应只剩27万套，因为供应巨降，未来1到2年租金与入住率将全面的改善。零售供应链从2020年最高峰的4500万平方英尺降到2026年预计只有3000万平方英尺。电商并没有干死零售，美国零售空置率反而在下降。高力国际的报告，2025年全美零售目前空置率4.2%，接近历史的新低。士邦威理事也发表了看法，零售空间仍然供应不足，新建供应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由于低空置率和低新增供应问题，黄金地段和有开放空间的商场将更加受到客户的欢迎。工业仓储供应从2023年最高峰的5亿平方英尺的新增供给，一直降到2026年预计只有2亿平方英尺的新增供应。疫情后大家疯狂盖仓库，现在开工量直接砍掉20%到25%。更有意思的是，需求完全没崩。2025年 Q3 工业仓储的吸纳量有4510万平方英尺，需求仍然很强，不仅是正增长，而且这一数字比上一季度 Q2 上涨约30%，比去年2024年同期 Q3 上涨约33%，是过去1年以来最强的需求读数。市场上愿意继续建新仓库的开发商越来越少，所以现在的格局是供应减少，需求稳定。这种组合在商业地产里面意味着工业仓储很可能是中期表现最强的资产之一。办公楼从2020年最高峰的8500万平方英尺降到2026年预计只有3000万平方英尺的新增供应，办公开工量已经跌到了2006年以来最低。办公确实惨，但供应也确实停了。第三季度报告，整个美国办公市场空置率下跌18.8%，这个数字很不好看，但好消息是，这是2020年 Q1 以来空置率第一次出现同比下降。基本的判定，办公市场正在慢慢的走出这轮周期的寒冬。虽然办公还会慢慢的出清，但对普通投资人影响不大。总体来看，现在的商业地产并不是需求爆发，而是供应被卡住了。大量的商业地产在未来2至3年内供应严重下滑，而房地产市场的反转总是遵守着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供需关系，供应见顶，供应下滑，库存续化，价格回升。现在已经走到第2个阶段，供应急速下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机构说，美国商业地产虽未完全回到黄金时代，但大出血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心跳开始恢复了。理由3，需求没有崩，住房的需求持续强势。很多人可能想知道，为什么美国租房的需求这么强吗？看这个数字，贷款买一套中位数房，房贷$3066一个月，租同样一套公寓，月租$1880一个月，两者之间每个月
就相差了1186美金。目前高利率背景下，全美国只有28%的家庭能够满足贷款的资格，租房的市场越来越强，再加上多户公寓新开工，这2年直接急刹车，供应急剧下降，未来的住宅市场的租金只会越来越稳。与此同时，租金正在触底反弹。根据这份预测报告，2026年几乎所有的主要商业地产业态的租金都重新回到了正增长，公寓1.8%，工业1.7%，零售1.2%，办公0.6%，自存仓储1.0%，酒店 ADR 1.2%。这些数据看起来不高，但是全部从负值回到了正区间。这就是触底反弹的经典特征。把这个3大趋势放在一起，你就会看到了一个清晰的画面。税收政策比过去10年都友好，商业地产大部分的业态完成超跌修复，开始反弹。美国老百姓的买房梦越走越远，租房需求却越走越强。房地产各细分产业的租金增长都恢复正增长，这意味着现金流也正在改善。所以，如果你这些年一直在等一个明确的入场信号，那么2026年很可能就是你等了很久，也最值得把握的那个黄金窗口。纽约作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全球城市，100年时间里面，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萧条、繁荣、多轮周期的变化，长期波动向上。这离不开纽约市产业多次成功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了收入效应，即居民实际购买力提高，增加房地产的需求。纽约的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多次危机和挑战后，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了全球房地产市场的焦点。全球最吸金的金融市场在纽约，最完善的法律、会计、监管体系都在纽约。今日的纽约汇集了太多的历史悠久的财富，纽约稳坐世界财富的首富。目前，它拥有全球最多的亿万富豪，全球最大的金融业以及成熟的证券交易市场。纽约是世界罕见的巨型天然港口，在地理位置决定命运的时代，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链接欧洲和北美的首要贸易枢纽。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形成超100年，是典型的成熟房地产市场。关于房地产最核心的事情永远都不是需求，而是收入。更高的收入才能支撑起更高的房价，这与供需没有直接关系。地产的本质不是地产，而是背后所包含的收入。房子的建筑成本其实没有那么高，更多的是金融的附加值。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欢迎订阅。